有钱人专注于机会，穷人则专注于障碍。有钱人他看到的是所有事物都有成长的潜力，但是穷人看到的是什么？是赔钱的潜力。有钱人专注于可以得到多少报酬，而穷人总是想着我要承担多少的风险。嗨，大家好，我是建平，欢迎来到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说到底啊，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回答。杯子到底是半满还是半空？这里啊，不只说我们如何看待事物，也不是说你要积极正面的思考，而是说我们习惯性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你先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每个礼拜都会分享一些有钱人的思维，让你学会有钱人的行为模式。就算你再忙，也能跟上有钱人的脚步，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穷人总是基于恐惧而做出选择，他们的心灵永远在搜索每种情况下可能出错的地方。他们的主要想法是，如果不成功怎么办？更经常出现的想法是，这样是行不通的。那么小康人士或者说中产阶级，他会稍微乐观一点，但他也不会说是一个全面积极主动的去投入，他就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他会做一下努力，他会稍微好一下，我尝试一下，但是尝试过程中他也不会竭尽全力，他会说好吧，我尽力而为，对吧？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就像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档案是什么？有钱人相信人生是我创造的，我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的行动就是基于这一个想法，行得通的，因为我会让它行得通。我们期待成功，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创意有信心。即使这样一个方法不成功，或者遇到一些阻碍，那么我会做什么呢？我会去克服这个阻碍，我会想出新的办法。但是穷人会怎么样呢？他会一直期待着失败，因为他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他总是在期待这事儿肯定行不通，世界末日终究会来临。因为他总是看见障碍的，其实他都懒得去尝试，他不愿意去冒险，那又怎么可能会有成功的时候呢？需要讲的一点是冒险并不代表你一定要去愿意损失。我一直都觉得有钱人他所谓的冒险，是因为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机会，然后别人看起来很风险的事情大部分认为是高风险的事情。其实只要你透过对它的了解和详细的规划，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风险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股神巴菲特，很多人一听到股票就会很害怕，因为股票风险很大。那照理这么说，巴菲特他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啊。其实巴菲特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他的投资策略是非常保守的。在这个事儿的背后我想给大家讲的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当你转换你的整个思维，当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拓展的思维来看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冒险的这个概念会和别人有极大的不同。你就以巴菲特举例子吧，巴菲特进入股票市场，他买每一只股票的时候，他会跟着别人买吗？不会的。表面上他看的是一只有涨有跌的股票，但背后是什么呢？其实他已经做过了大量的研究，他对这个股票和这个股票的未来形势比别人更清楚。所以假设我买100万这只股票，巴菲特也买100万这只股票，那么对他来说，这个风险和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吗？其实不一样，因为他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下的概率已经控制得非常小了，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来减少这个风险概率的发生。但如果我没研究过这个股票，我就买了100万这只股票，你觉得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呢？我承担的风险肯定比他大得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说，所以我们看起来像运气一样的东西或者是说很多人看起来很冒险的一个东西，对决策者来说，他看到的并不一定和你一样的。因为他首先看到的是机会，他相信可能性的发生，他才会去做一件别人表面看起来有风险，但其实风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东西。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它，我们先入为主，觉得这件事情很冒险，我们就没办法看到这背后所有的机会。但如果我们愿意打开自己的思路去想，这件事背后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让它变成一个机会呢？你会发现在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很多风险它就烟消云散了。
其实它就变得特别简单，也特别敞亮。所以重点是什么？第一，我们真正愿意去关注机会，看到可能性。第二，当你真正看到可能性的时候，你会行动还是在家拖延呢？不会的，你会立刻去行动。其实当你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转变，好像一切的东西都开始为你做好的安排，你想要的东西好像就被送到你面前一样，然后你就跟着这个指引一步一步的放手去做，最后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完成了。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我们要讲到一个观念，叫做什么呢？就是你所关注的事物，它最终一定会扩大。有钱人专注在自己想要的事情上面，而穷人却专注于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有钱人认为这一切都是机会，所以他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他看到很多超级棒的赚钱机会股票房地产或者自媒体都是很多赚钱的机会。如果你有这么一双眼睛，你也可以看到。但是穷人为什么呢？他看不到呢？因为他看到了很多事情，他都是觉得处处都是障碍。于是他最麻烦的就是他觉得眼前有太多的障碍我做不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我们关注机会的时候机会就会不断的产生。这个道理特别简单。当你专注于机会的时候你只想着我怎么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呢？我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我可以去提供给大家的呢？所以我觉得当你习惯了这样思考，你的人生是没有障碍的。有朋友问我，他说你怎么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障碍和挑战？我说我好像生活中并没有太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所谓的障碍或者挑战。我一直注意到的是我在做很多我认为很棒的事情。当我每一天去做这些创造性的事情的时候，我哪有时间来跟这种障碍或者说沮丧的心情做斗争呢？没有的。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会专注在机会这件事情上面。甚至在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当中都开始变成一个机会导向的人，就会去发现可能性。那么我们专注的事物就会一直的扩大。所以作者在这里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己是如何开始行动呢？他说他想开一个卖蛋糕的烘焙商店，然后他就去一个巴特勒妈妈烘焙屋打工，天天在这里面擦地拖地。他干活比较踏实，别人觉得他做得不错。后来老板要把他提升为收银员，但是他不想做了。他说我来巴特勒妈妈烘焙屋就是想学会如何开一家烘焙店。他说他需要的东西已经学到了。他意识到其实自己并不想开烘焙店，因为吃太多的甜食让他长胖了很多。他去打工是为了了解这个行业，他觉得很好。但是并不是说每次你做这件事情最后就会找到一个适合发财的机会，不会的。这个作者说他最终意识到，他通过打工了解了这个行业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想开一个烘焙屋，因为他觉得吃甜食太多容易让自己发胖，他不想要这种感觉。后来他就辞职了，离开了这家烘焙商店。结果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就是那家商店的一个烘焙师傅跟他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在他离职的第二天也离职了，然后给他打了个电话。这个烘焙师傅说，我发现了一种很新式的热门的运动仪器，叫做重力引导靴。他就邀请作者去看一下，结果作者去了，觉得这个运动器材实在太有意思了，然后他就想我可以去贩卖这种运动器材。后来他就开始做这个运动用品。在卖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发现很多商店其实卖的东西都蛮差的。突然之间他脑子的铃声大作，他说我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就开始大量的贩卖运动器材，成为整个北美头几个开健身器材连锁直营店的人。后来当然也赚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美金。所以这一切想一想都要追溯到他在巴特勒妈妈烘焙屋打工的那次经历。结果这次经历却引导了我成为开一个运动连锁器材的百万富翁。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他说当你踏上走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门会向你打开。所以我并不知道说明年后年或者之后我能做什么。说实话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确定的是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有很多新的可能性会发生。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从现在开始去行动。
即使你的想法往往不会成功，事情不会按照你的既定的想法发展，但是原来的第一个想法就促使我们去改变，而且最后说不定是哪一扇门向我们打开。当我们把自己投进去，开始采取各种行动的时候整个世界很多奇妙的事情也就发生了。所以有钱人一看到机会，他就立刻会扑上去，这样会让他越来越有钱。但是穷人呢？穷人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准备，他总是觉得这个人肯定是骗子这件事情肯定有问题我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所以他总是在做准备。准备的最后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穷人继续穷下去。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部分的一个宣言练习。我们把手放在心头上，然后说一句：我专注于机会而非障碍，我预备，我开枪，我瞄准。在这里体会一下为什么是先开枪然后再瞄准呢？好，现在摸摸你的脑袋，然后说一句话：这是一个有钱人的脑袋。最后作者给我们3个行动指南。第一个，加入游戏，设想一个你一直想进行的情况或者计划，然后把你一直以来不管在等待的什么东西全都抛开，从此时此刻开始，用你手上现有的一切东西，想尽办法开始去学东西，去做东西，没有借口，马上去做。第二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叫做练习乐观。在今天一整天的时间，不管谁提出一个问题或者遇到一个障碍，都把它改造成一个机会。你会把那些习惯于负面思考的人逼疯，但是你不用管他。第3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练习，就是一个感恩练习。你要把你的焦点放在你已经拥有的事物上面，而不是想着你所没有的东西。你可以列下一张清单，然后写下10件你在生命中感激的事物，然后把这10件事情念出来。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把它读一遍。如果你不感激你现在拥有的东西，你将不会拥有更多。我觉得这个练习非常有趣，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一直提倡感恩练习的。感恩练习它到底有什么用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一直专注在自己没有的事物上面，每天都在怨天尤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专注在障碍这件事情呢？而机会又是什么呢？机会就是只有我专注在我已经现有的东西上面，我才可以开始去打开那个可能性。所以只要我愿意用这样方式去看问题，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来说一次。有钱人专注于机会，而穷人专注于障碍。现在进入宣言时刻，把手放到心头上，告诉自己：我专注于机会而非障碍，我预备，我开枪，我瞄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摸摸自己的脑袋说：这是有钱人的脑袋。最后我想重申一下自己特别深信的原理，那就是说你的收入将与你个人的成长成正比。你的内心越强大，你的外在世界反映出来就是你的收入也会越多。如果你想重新审视自己内心的每一个限制性的思维，而且需要外力的帮助的话，你可以找到我，我是你的财富教练建平。我希望我可以帮助你探索你自己，活出你的潜力。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